来研究一双鞋啊，这个品牌安德玛，这个可能很多观众并不熟悉啊。实际上它是在欧美也是一个知名的品牌，有多知名呢？美国前任的话事人某巴马同志做训练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品牌的鞋。然后打开，他们公司曾经的宣传口号是棉是我们的敌人，也就是说他们公司会用一些新兴的材料来制作他们的产品。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些新兴材料和传统材料对比有什么优势和不同。先看一下它的外观，这边是它的品牌标志，下边的 Flow 是它鞋底的材质。然后看这边WARP 是它鞋面的材质，它都有标注啊，很自信。里边鞋垫上印的是它这个系列的名字 Flow Velocity Wind。先从这个鞋面材质说起啊，鞋面材质叫 WARP， 它这个你仔细看，实际上就是用了一种透气的材料，然后上面做加固。这个可以想象到啊，肯定是要比传统的这种帆布呀或者是皮质的东西透气性要好。但是加固这个层面我看是一些线有规律的在上面做缝合，是粘上去的还是缝合上的？缝合上去的。从里边可以看到啊，在一些着力的地方，看这些位置，它有特殊的加固处理，包括鞋带的这个位置。然后看这个鞋舌，鞋舌用了一个皮质的东西，内部有海绵填充。然后这些和人体接触磨损较多的地方也做了填充处理。后边有反光条设计，我没有上脚，但是目前整体上手的感觉是非常的轻。然后我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给你们做个对比测试，然后你们对它这个轻就有概念了。首先这是一盒250毫升装的牛奶，然后看一下它的重量。250毫升牛奶的重量是268克。然后再看一下新型材料鞋的重量，222克，也就是说这只鞋的重量要低于这盒牛奶的重量。对它这个重量大概有概念了吧？确实非常轻啊。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Flow材质的鞋底儿，通常有的鞋下边会有一层这个橡胶，它这个没有，直接就是这个东西。而且目前这个柔软度也还好啊。有的鞋在这里边会有一个硬壳，它为了做支撑嘛，它有硬壳，这个目前有没有还不得而知。但是对这种新兴材质是否有良好的抗磨性和抓地性，我目前也是保持怀疑态度啊。所以我计划用砂带机模拟日常磨损，给它削平，然后呢再和一只没削平的鞋比一下抓地力，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否耐磨，而且磨损之后抓地力是否会有衰减。先把鞋垫拿出来，名牌在鞋垫上面啊，这个也是挺有特色，日常都在这边。OK， 残忍的抓地力测试开始了啊！首先是需要采集的数据，现在是正常的时候，需要采集它和这个橡胶桌面之间的摩擦力数据。目前我的方案是用这个弹簧秤去拉它，然后可以测试出来它和这个橡胶桌面之间的抓地力。但是它现在重量太轻，所以说我想往上面先放一个重物，模拟人脚踩上去的样子。然后我拉。原始状态下把它拉动大概需要4.5公斤的力量。OK， 下一步就是把它的底儿磨平，看一下磨损之后它这个抓地力是否会有衰减。实际上我感觉这种 Flow 材质如果不衰减的情况下，现在的抓地力应该是比刚才要大的。还是用刚才这个条件测试一下啊，还是刚才的这个重物。看一下摩擦力是否会有改变。摩擦力大了，刚才是4.5公斤，现在是5.5公斤以上。这个就证明它这个 Flow 材料经过磨损之后，它的抓地力是没有衰减的。然后下一步我打算更残忍一点，我用带锯把它整个切开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鞋底的Flow材质里边有没有其他的镶嵌的东西或者支撑物，还可以看到它鞋面和鞋底之间是如何连接的，这样的话里边的一些细节也是可以看到的。开始残忍啊！
1/11下来了。然后继续这边再给它打开一下。OK， 前任美国话事人的鞋啊，目前表面上看它还是一只鞋，但是实际上它已经3等分了。然后这时候看一下它这个 flow 材质，可以看到它里边是整个一块 flow 材质，里边并没有镶嵌什么橡胶呀或者是支撑物，非常厚的一块。然后再看一下它内部的这种结合方式，在侧面是通过胶水粘上去的，内部然后再通过线固定。你这样的就可以看到啊，非常的透明，所以说透气更是没问题。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挺结实的，刚才带锯锯的时候都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，带锯就有点停的意思了，然后减慢速度才慢慢的把它拉开。鞋帮的里边是用了海绵，总体感觉它这个新材料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首先它这个透气没问题，而且它的重量减轻了，还有底下这个flow材质也是感觉耐磨上，还有磨损之后的抓地力也是没问题的。OK， 就这样吧。